说起韩国就想到了泡菜，但狗也是韩国人的最爱。作为最喜欢吃狗肉的国家，年均200万只，年销量更是超上亿美元。一到夏天，他们就想着来碗狗肉汤补补身子。但是吧，这狗肉韩国人爱吃想吃，但又不敢吃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今天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韩国位于朝鲜半岛南端，与朝鲜接壤，国土面积约为10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5144万人。就在上个月，韩国政府推出了一个法律，大致意思就是韩国从2027年开始就不允许再吃狗肉，弄狗肉养殖场和买卖狗肉。这事儿一出，直接把韩国民众给整破防了，什么集会啊、游行抗议啊，不仅是从事狗肉相关职业的人在那儿抗议，哪怕是些普通人也是反对连连。为啥？因为狗肉这东西就和泡菜是一个样，那都是韩国民众的命根子，少了什么都不能少了泡菜和狗肉。每年超200万只狗被端上餐桌，全国有上万家狗肉馆。在韩国，不少人聚餐最硬的菜那就是狗肉，他们甚至还有每逢3伏天就去吃碗热腾腾的狗肉汤的习俗，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做不仅能排毒，还能给自己补补身体，所以狗肉汤在韩国也被称为补身汤。当然，不仅是在传统饮食上和越南吃猫肉，但吃的是流浪猫不同，韩国吃狗呢是有条完整的产业链，吃的都是正经养殖的肉狗，有饮食安全保障。而且每年200万只狗，不管是从生产、加工还是最后的销售，从事人员呢也有大几十万。这一件狗肉，这不是在砸那些人的饭碗吗？也难怪韩国人会抗议。会吃狗肉的地方也不少，但像韩国这么疯狂的还真没几个。为啥韩国人会这么喜欢吃狗肉呢？只能说韩国这块地呢确实不咋地，本来面积就小，还有大半的地方都是丘陵山地，贫瘠的平原地区，压根就支撑不起韩国那脆弱的农业，就更不用说什么畜牧业了。在韩国，牛马的饲养成本过高，而且牛能耕地，马能打仗，都是战略物资，不能动。另外，鸡鸭等家禽自己本来就没有粮食吃，就更别说拿粮食去喂家禽了。那韩国呢，冬天又冷，不补充点蛋白质是真的很难熬。所以为了能吃饱，他们几乎什么都吃。于是狗这种放养就能活，又能提供所需的动物，就成了韩国餐桌的座上宾。哪怕在那个时候有人于心不忍，但饿着肚子也没那么多闲钱去搞什么反对之类的。因此吃狗肉在韩国也就慢慢形成了一种习俗。他们觉得狗肉和平常的鸡鸭牛肉没啥两样，怎么就不能吃了？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，一边是养狗的韩国人越来越多，另一边呢，自从韩国开始西化，也开始慢慢的向西方靠拢，觉得吃狗肉很不文明。这种事儿也就北方的大兄弟会这么做，他们是发达国家，那得有个发达国家的样子，这狗肉不吃也罢。但是吧，嘴上是这么说，明面上韩国又没有法律明文禁止，所以私底下韩国人该吃的还是照样在吃。甚至还出现过这边指责我国吃狗肉，那边呢又说他们做的狗肉好吃的奇葩现象。只能说韩国人的脑回路真的搞不懂啊！韩国人嘴上说着反对吃狗肉，可不管是谁，吃起来都没他吃的那么欢快。这就让那些西方国家心里有点不爽了。很多动物保护组织和西方媒体在吃狗肉这事上频频找韩国的茬。比如说1988年的奥运会上，西方媒体就拿这件事出来说，吓得韩国官方连夜把狗肉汤这个名字改成补身汤，直接让狗这个字从菜单上消失。等到了2002年日韩世界杯时，韩国人又被人投诉吃狗肉的习俗，各国的爱狗人士也不断在网上谴责吃狗肉不是什么好文化之类的，让韩国政府又开始模糊狗的字眼，比如说把狗肉馆改成4节餐馆之类的，有的地方的狗肉节也被迫取消。再到前几年的冬季奥运会，迫于国际压力，韩国把狗肉馆迁到看不见的街道，政府甚至还给这些馆子发放补贴，就希望他们能在奥运会期间要么改菜单，要么转行。估计是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这么折腾一回，弄得他们有些烦了。于是现在干脆直接把这些产业弄没了，不就没那么多事了吗？事实上，韩国政府也不是第一回出台法律，随着各种禁食法律的推出，就让韩国人有点不高兴了。我就嘴上说说而已，你还真不让我吃了，那我可就要闹了。其实对吃不吃狗肉这件事吧，各有各的道理，大家都没错，只是有点传统和理念不同。只要不违法，不违背人类的公序良俗，喜欢什么都应该得到尊重才对。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管好自己，也不去影响他人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用你发财的小手给来个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